欢迎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前几天我在街角的咖啡馆里遇见了2个年纪差不多的女人，大概都50多岁。一个穿着紧身的针织衫，系着细腰带，脚踩高跟鞋，头发烫得一丝不乱。她坐下时背挺得笔直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点小心翼翼。另一个呢，戴着一顶浅棕色的贝雷帽，穿一件宽松的米灰毛衣，下身配阔腿裤，脚上只是简单的平底鞋。她一坐下，整个人都松下来了，好像连空气都变得温柔了。那一刻我就明白，所谓气质不是穿多贵，而是有没有松弛感。很多中年女人都不敢戴帽，怕显老，也不敢穿宽松，怕显胖，结果反而越打扮越僵硬，越讲究越费力。其实在秋天，戴帽加衣松才是最能让中年女人焕发气质的组合。戴帽子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边界。穿宽松不是随便，而是告诉世界，我不赶时间，我有自己的节奏。我常对朋友说，一个女人到了中年，美不再靠紧身的腰线，也不再浓烈的妆容，而在那种从容的气场。戴帽加衣松，看似简单，却能一眼拉开气质差距。它不是打扮的技巧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穿得松一点，你就能活得轻一点。每到秋天，我都会特别想提醒中年女性一句话，请一定要试着戴一顶帽子，因为帽子是最便捷也最高级的气质开关。你不需要花太多钱，也不用改变发型，只要轻轻戴上那顶帽子，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。我认识的一个客户陈姐，今年56岁，她以前从不戴帽子。她说，帽子是年轻女孩的时尚单品，我们这年纪戴怪。有一次我陪她去挑衣服，她穿着一身灰毛呢大衣，我顺手拿起一顶浅驼色的贝雷帽，笑着对她说，试试看。她一戴上，我和店员都愣住了。帽檐的阴影轻轻遮住了额头，她的五官变得柔和，气质也从普通变成了安静的高级。她自己照镜子时还愣了一下，咦，我居然有点法式感了。这就是帽子的魔法，它不仅是装饰，更是构图。当女人戴上帽子，帽檐会自然地框住你的脸，视觉重心被提升，脸看起来更小，气场更聚焦。尤其是中年以后，发量减少，发色变浅，发线后移，这些小变化其实比皱纹更容易暴露年龄。而帽子能帮你柔化岁月，把注意力从发丝转移到气质上。很多人误会，觉得戴帽子太隆重，不适合日常。其实越简单的帽子越能衬出气质。举几个适合中年女性的帽型。一是贝雷帽，最优雅最百搭。贝雷帽的魅力在于它的弧线感，它的帽身是圆润的，边缘自然下垂，能在视觉上柔化脸型的线条。哪怕你的下颌线不再紧致，发际线有点高，戴上它，脸部轮廓立刻被修饰得更柔和。而且贝雷帽的搭配几乎没有限制，无论你是穿毛衣、风衣还是针织开衫，它都能轻轻为整体加分。举个例子，一件驼色大衣加浅灰贝雷帽，整个人立刻变得温柔有分寸。换成米白针织衫加黑色贝雷帽，又多了一点法式浪漫。二是渔夫帽，轻松又减龄。如果说贝雷帽是优雅的代表，那渔夫帽就是随性又舒服的象征。它带一点俏皮感，但不会稚嫩，尤其是棉麻、灯芯绒材质的渔夫帽，柔软、亲肤，还能轻轻遮阳。很多人以为渔夫帽只能年轻人戴，其实不然，对于中年女人，它反而是减龄的巧思。当你穿一身简单的针织衫、宽裤，
戴上浅卡其或灰蓝色渔夫帽，整个人都会显得更自然，更有活力。它不像贝雷帽那样端，而是更松，更生活化。你可以带着它出门买菜、散步、遛狗，哪怕是去街角超市，也不会显得刻意。它就像你日常的小小心情装饰，不张扬，但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有精神。三是宽檐帽，最有气场的存在。一顶宽檐帽几乎能决定整个人的气场。它的帽檐宽大，线条利落，能瞬间让你的姿态变得挺起来。当你戴上它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抬头挺胸，走路慢下来，步伐更稳。因为宽檐帽带来的不只是装饰，更是一种仪式感。我特别建议在出游、下午茶、城市漫步时戴它，不论是驼色、藏蓝还是墨绿色，只要搭配简洁的风衣、丝巾或墨镜，立刻有一种在度假的味道。很多优雅的女人其实都有一顶这样的帽子，戴着它逛街、喝咖啡、旅行、看书，那种我不赶时间的气场，比任何时尚单品都更迷人。四是豹头帽，最精神，最有态度。豹头帽带着一点英伦小个性，它不像贝雷帽那样柔，也不像渔夫帽那样松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，既精致又有精神。它的前帽檐略翘，能在视觉上拉高额头比例，让脸更立体，适合短发或中短发女性，尤其配针织衫、短外套、西装外套都非常出彩。如果你平时穿衣风格偏简约、偏中性，豹头帽会让你立刻有型。举个例子，灰针织加卡其西装加咖色豹头帽，看起来干净利落，带一点故事感。它不像年轻人戴的那种潮，而是带着阅历之后的精气神。戴上豹头帽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早上8点走出家门，有目标，有节奏，有生活。其实戴帽子这件事不仅改变造型，也改变心境。我发现戴帽子的女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种慢下来的气质。她不急不躁，不东张西望，就连坐在那里喝咖啡都像一幅画。那种慢是一种姿态，仿佛在告诉别人，我不赶时间，我在享受生活。中年女人最怕的不是皱纹，而是用力过猛，越想显年轻，越容易暴露焦虑。而一顶帽子能帮你瞬间放松面部表情，你不需要微笑去讨好谁，帽子会帮你营造一种自然的距离美，那种距离不是疏远，而是气场的留白。所以我常说，会戴帽子的女人身上都有从容的味道。她不需要解释自己，也不担心别人怎么看。帽子成了她的界限，界限以内是生活的仪式感，界限以外是岁月的风轻云淡。有一位粉丝留言给我，一彩，我听你建议，第一次戴帽子去上街，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，后来发现周围的人都看我一眼又移开眼，不是打量，而是注意到了。那一刻我忽然有种久违的自信。我特别喜欢他的这句话，注意到了，但不是被打量，这就是成熟女人该有的存在感。所以啊，请给自己准备一顶合适的帽子，无论是去超市、去旅行，还是去见朋友，它都会帮你找到一种我很好的姿态。当你戴上帽子，你会发现整个人的步伐都变了，你不再低头赶路，而是抬头迎风走。我常常发现，中年女人在穿衣这件事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紧，害怕宽松显胖，怕别人说自己懒散，于是拼命地追求腰线、贴身、收腹、显瘦。可结果呢？衣服是合身的，但整个人看起来反而更老更累。我以前有个客户王姐，50岁出头，她非常爱美，也舍得买衣服。她的衣柜里几乎全是紧身针织衫、
小西装、9分裤，每次见我，她都挺着腰，一副不敢呼吸的样子。后来我让她试了一套松的搭配，宽松的针织上衣配直筒阔腿裤。她照镜子的时候愣了几秒，我问她怎么样，她轻轻叹了口气说，我好久没看到自己放松的样子了。那一刻她整个人都变了，眼神变柔了，肩也放下了，那种松让她一下子年轻了10岁。很多人误会宽松就是邋遢，其实真正的宽松是留呼吸感。一松3层境界，第一层行松，不过分贴身，比如 H 型、直筒、轻微落肩设计，它能修饰身形线条，不暴露身材变化。第二层料松，选有垂感的面料，比如天丝、羊毛、针织、醋酸，它们不会堆积在身体上，而是顺着曲线自然垂下。这种垂坠感比任何紧身剪裁都显瘦。第三层气松，整个人的状态是松的，不赶、不撑、不拘，那种由内而外的从容才是最贵的版型。我在街头观察过同样一件衬衫，年轻女孩穿紧身扎进裤子里是干练，中年女人若也照搬就容易显得局促，反而是把衬衫下摆放出来，略宽松的搭配一条柔软的直筒裤，再卷一下袖子，配一顶小帽子，整个人就有种生活的气质。那种气质像秋天的风，不需要费力就能打动人。你知道吗？松这个字其实在东方美学里有着非常深的意味。松不只是形态上的放松，更是心不执着，神不紧绷。当一个女人能穿得松，说明她的心已经学会放下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怕被人误解，怕别人说我们胖，说我们老，说我们不时髦。但到中年以后，如果还被这些外在的评价绑架，那就太累了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紧身让你显瘦一瞬，宽松让你优雅一生。真正懂穿的女人不靠腰线去争气，而是靠气场去取胜。宽松的衣服就像一段舒服的关系，它给你空间，也给你尊重。你不用小心翼翼就能做自己。秋天的衣松最能体现这种贵气的温柔。宽大的针织衫，松垮的开衫，轻飘的风衣，这些单品都带着一种呼吸感，它们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在意年龄，不那么怕胖，却更有温度，更有人味。我记得有位日本老太太说过一句话，我老了以后只穿能让我坐下来不担心皱的衣服。这句话听起来平凡，但其实特别有智慧。女人到了50、60岁，最不需要的就是紧绷感。真正的美是让人看着就想靠近，是温和，是松弛，是有呼吸的。很多人问我，一彩，那我穿宽松会不会显胖？我想告诉你，显胖不可怕，显累才可怕。当你穿得舒服，气质松弛，你的整个身体语言都会改变，肩会放下来，笑会自然起来。那时候没人会注意你胖不胖，大家只会觉得你真好看。我常说，秋天是最适合女人变美的季节，气温刚刚好，光线柔和，风也温柔，而玳瑁加衣松就是这个季节里最显气质的黄金组合。为什么这两个元素放在一起会有奇妙的变化呢？因为一个聚焦上半身，一个释放下半身。帽子把人的注意力引向脸和头部，自然抬高了视觉重心，它在无形中缩短了脸型比例，让人看起来更挺拔，更精神。而宽松的衣服则让你的下半身有了空气感，衣服不贴肉，线条就有流动，那种流动感是年轻人模仿不来的。两者一结合，就像一幅画，上有焦点，下有留白，
整个人会显得轻盈、平衡、从容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55岁的女人，一个戴帽加宽衣，另一个不戴帽加紧衣。戴帽的那位走路的时候肩是放松的，眼神是温和的，风一吹，帽檐轻轻晃动，整个人像秋天的风景画。另一位虽然衣服合身，但她的姿态是绷的，手提包紧握，下巴微抬，那种用力维持体面的样子反而让人替她觉得累。所以说，戴帽加衣松并不是造型，而是一种状态。当你戴上帽子，整个人的气质就收了；当你穿上宽松的衣服，整个人的心就放了。一个收，一个放，形成最自然的平衡。那种平衡就是优雅的根。在视觉心理学里有一个有趣的规律，帽子是视觉焦点，宽衣是视觉放松，一个制造存在感，一个消解紧张感。这就像一场交响乐，帽子是那一声小提琴的起调，衣松是后面流动的背景旋律，两者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和谐美。有观众曾在留言区说，一彩，我戴帽子时总觉得奇怪，好像多余。我回复他，不是帽子突兀，而是你的松还没到位。很多人戴帽子显僵，是因为衣服太紧，姿态太硬。当你让身体松下来，让衣服有空气感，帽子才不会成为装饰，而会变成延伸。还有人问我，戴帽加宽衣会不会看起来太休闲，不够正式？我笑着说，你要的不是正式，你要的是自然。到了这个年龄，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衣服去证明自己认真、努力、体面，我们要的是一种我过得很好的感觉。戴帽加衣松正是这种我很好的象征，它传递出一种信号，我有生活，我有节奏，我不慌张。有时候一顶帽子，一件宽衣就能帮你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他不焦虑，不争艳，不迎合。他知道，女人的美不是靠紧身和高跟鞋撑出来的，而是靠松弛和态度养出来的。秋天是最适合重新认识自己的季节，在微凉的空气里给自己加一顶帽子，让心安静。选一件宽松的衣服，让身体呼吸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气质并不是被岁月拿走的，只是我们太久没放松而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相同年龄的女人，有的人让人一眼就觉得舒服、从容，而有的人看上去却总是紧绷、疲惫。其实差别不在衣服的价钱，也不在身材的高矮胖瘦，而在于它有没有松下来。紧身的衣服会让人看起来用力，而戴帽加衣松的女人看起来是不用力。这就是最大的气质差别。你去观察那些真正有气场、有格调的女性，她们从不靠浓妆艳抹赢得注意力，也不靠名牌 logo 让人记住，她们靠的是那种淡而有味的松弛。她们知道，衣服不是用来显摆的，而是用来衬托自己的。当你不再和衣服抢风头，气质自然就出来了。有次我看到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，年轻靠张扬，中年靠安静。年轻时你靠热闹吸引人，到中年你靠沉稳留住人。当一个女人戴着帽子走在秋天的街上，风吹动她的衣摆，那种松弛的气场是岁月的奖赏。那一刻，别人看到的不是年龄，而是一种生活的质感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劝中年女人秋天一定要戴帽加衣松？因为那是你最轻松也最有气场的状态，它让你不再被年龄困扰，不再被身材焦虑捆绑，而是重新找回女人该有的温度。紧身的女人看起来努力，宽松的女人看起来幸福。我常说，女人到了中年以后，穿衣就像做人，
你越懂得留白，就越显贵。戴帽加一松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一种我知道自己是谁的表达。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追着流行跑，今天别人穿碎花裙，她也去买；明天别人染金发，她又赶紧去烫。但最终，她们花了很多钱，却仍然没找到属于自己的样子。而有些女人也许衣服不多，但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，懂得怎么穿让自己舒服。她不追流行，她在活自己。当她戴上帽子，穿上宽松的毛衣，走在秋天的街头，风轻轻吹起她的发，你能从她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宁静。那不是装出来的体面，而是过出来的底气。你看，帽子代表风度，宽松代表格局。帽子是你对外界的态度，我有边界，有分寸，不需要取悦谁。宽松是你对自己的温柔，我允许自己不完美，也允许自己慢下来。这两样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中年女人最动人的姿态，优雅而自在。我认识一位粉丝，他写信给我说，一彩，我年轻时总觉得松是懒散，现在55岁了才明白，能穿的松是因为心松了，能戴上帽子是因为终于不怕别人看我了。我回复他说，是啊，真正的美不在于你被多少人看见，而在于你能不能自在地被自己喜欢。女人这一生要学会让自己松下来，衣服可以松一点，日子可以慢一点，步伐可以缓一点。不是你不在意自己，而是你终于懂得好气质从来不靠焦虑换来，而是靠内心的安定养出来。所以啊，别再害怕戴帽子，也别再抗拒宽松的衣服。秋天就是你最该温柔对待自己的季节，戴上那顶属于你的帽子，穿上那件让你呼吸的毛衣，去感受风，去看天光，去慢慢走路。当你学会松弛地美，你就赢过了流行，也赢过了时间。秋天的美从来不是年轻的专属。当你戴上帽子，穿宽衣出门，风吹过来，岁月都变得温柔。女人的气质不在衣服的紧，而在心的松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